مسيرة يا شباب مسيرة اضر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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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这个球形雷达价值10个亿，10个亿美金啊！这不是中东战争，这是全球霸权与多极世界的总决战。你要想呀，中国当时用小米加步枪打倒了飞机加大炮，而伊朗现在是不是比这个悬殊又稍微小点儿？那你的机会是不是比教员还来得大點兒？邓布利多死了，魔法世界覺醒，擊敗了伏地魔；產屋副死了，劍士們覺醒，擊敗了鬼武士無慘。現在哈梅內伊死，伊朗的每一個人、每一個士兵、每一個平民、每一個堅守信念的人，會不會徹底覺醒？會不會擰成一股繩，用血肉之軀擊敗美以這群外寇？本期節目先得提一嘴俄羅斯，他面對的說到底只是美國跟北約出錢出槍，烏克蘭出人的代理人戰爭。中國面對的更多是美國聯合一幫小弟圍堵、制裁、恐嚇、搞輿論戰。真正刀光劍血的正面硬剛還沒到那一步。但伊朗這麼多年來一直在正面硬剛美國，加美國所有小弟兒加以色列。毫不誇張地說呀，伊朗是在單挑整個西方發達國家陣營，是真刀真槍、刺刀見紅的火拼。飛機、導彈、無人機、暗殺、轟炸、封鎖、制裁，所有最極端、最殘酷的大國博弈手段，全都砸在這個伊朗的頭上。別人啊可以躲在後邊，伊朗只能站在最前邊；別人可以談判妥協，伊朗退一步，那就是萬丈深淵。不管外界怎麼評價伊朗，說它是神權國家也好，說它是體制特殊也罷，你必須承認一個鐵一般的事實，在這麼極端的圍剿之下，伊朗還能站着，還能堅挺，還能反擊，還沒垮。光憑這一點就足以讓全世界所有被壓迫、被霸凌的國家肅然起敬。這就是為什麼我說伊朗才是這個100年大變局裡最硬的一塊骨頭。它不倒，世界就不會徹底淪為單極霸權的天下。它頂弱，弱者才有希望，公理才有一席之地。大釗，美以為什麼斬首呢？他們圖啥呢？就在2026年2月28號，北京時間剛過凌晨，美以聯軍發動了代號“史詩狂怒行動”的斬首行動。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公然宣稱哈梅內伊已死，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緊隨其後，直言諸多跡象顯示他已不在人世。短短16個小時，伊朗24個省份遭轟炸，201人遇難，747人受傷。革命衛隊總部、導彈發射場、核設施指揮中心全被精準打擊。但我今天要跟大家說的，不是這場空襲有多慘烈，也不是美以的軍事部署有多周密。我要問大家3個問題：為什麼隱忍了40年的伊朗，突然被推到了戰爭的懸崖？哈梅內伊的離世真的是伊朗的末日嗎？要知道，哈梅內伊的特殊地位不只是伊朗一國之領袖，而是整個地球格局的定盤星。他一倒，全球秩序的天平當場就得傾斜。中庸講至中和，天地未焉，萬物欲焉。一個大國，一個關鍵樞紐，一旦失衡，天下必亂。關於伊朗，咱們已經做了很多期節目，就是當今世界那個至中和的支點，也是東升西降最關鍵的節點。哎，不對，彎彎才是最關鍵。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伊朗佔據了3大不可替代的全球命門。第一，地緣命門，歐亞大陸的鎖石。伊朗坐落在中亞、西亞、南亞高加索的十字路口，北接俄羅斯後院，東連中國一帶一路西線，西控整個中東腹地。古人講，扼其喉而制其腹，覆其背而奪其氣。誰控制伊朗，誰就扼住歐亞大陸的心臟。美國要的從來不是伊朗一地兒，而是徹底掌控世界。伊朗一倒，俄羅斯南線無屏障，中國西線能源動脈被卡，整個多極化進程直接腰斬。這不是中東戰爭，這是全球霸權與多極世界的總決戰。第二，能源革命，世界油法的開關。全球1/3石油，1/4天然氣從霍爾木茲海峽流過。伊朗一抬手，全球通脹爆炸，供應鏈斷裂，工業國窒息。管子曰：力出一孔者，其國無敵。伊朗就是把住了全球經濟的唯一命脈。美以敢動手就是賭，
能不能在伊朗關上油閥之前，先把伊朗給打癱？第三文明命門，第三世界的精神旗幟。伊朗不是一個普通國家，它是全球反霸權、反殖民、求獨立的象徵。從拉美到中東，從亞洲到非洲，無數被壓迫民族都在看伊朗。伊朗能頂住，弱者就有希望；伊朗倒下，霸權將再無對手。這就是哈梅內伊的特殊歷史地位。他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時代的標杆，是弱者對抗強權的精神圖騰，是多極世界對抗單極霸權的最後防線。所以我說，哈梅內伊陣亡不是結束，而是地球大變局的真正開幕哨。舊的平衡碎了，新的秩序必須血戰而出。說到這兒，大钊心生一計，把教員思想與伊朗變局給焊死。明白人都會瞬間想起我們的教員。當年中國就是全世界被壓迫者的希望。教員說呀，帝國主義是紙老虎。這句話不是口號，是歷史規律。為什麼伊朗必須強硬？因為孫子兵法早就點破：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伊朗今天的處境就是當年中國的處境，退讓一步，萬劫不復；奮起一戰，才有生機。哈梅內伊守了伊朗37年，守的是國本、尊嚴、底線。現在接棒的人面對的不是簡單的權力交接，而是地球級的歷史考卷。能不能像教員一樣，在最黑暗的時刻挺起脊梁，在最絕望的時候打出生路，把紙老虎徹底打趴，給伊朗拼出一個未來？大家好，歡迎來到老友記，我是大钊。今天聊伊朗，我想先從一句中國老話說起：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辯。這句話出自司馬法，說的是真正的強者從不會被情緒左右，也不會在弱勢時爭辯，而是默默積蓄力量，等待一擊即中的時機。從1979年伊斯蘭革命勝利到哈梅內伊1989年接任最高領袖，這40多年時間裡，伊朗經歷過2伊戰爭的血海廝殺，扛過了美國長達數十年的經濟制裁，看着伊拉克、利比亞倒在美國的炮火下，看着敘利亞陷入內戰泥潭，他始終保持着一種隱忍的姿態。很多人說伊朗太軟，面對美以的步步緊逼總是打嘴仗，不亮真刀。但各位別忘了，《道德經》講：知其雄，守其死，為天下溪。伊朗的隱忍從來不是懦弱，而是戰略。他知道自己面對的世界上最大的軍事聯盟，硬碰硬只會重蹈薩達姆的覆轍，所以只能默默發展導彈技術，打造中東最大的導彈庫，悄悄列裝1000架戰略無人機，構建不對稱作戰體系，甚至在地下深處修建導彈城，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讓敵人付出慘痛代價。但隱忍不代表無底線退讓。當美以把刀架在脖子上，試圖通過斬首行動瓦解伊朗的指揮體系，摧毀伊朗的政權根基時，這份隱忍就變成了絕地反擊的底氣。2月28號的空襲美以為斬掉了哈梅內伊就斬斷了伊朗的脊梁，可他們忘了，中國有句老話：1000人之諾諾，不如1世之惡惡。一個國家的靈魂從來不是某一個人，而是這個民族刻在骨子裡的血性。美以聯手打擊的真正目的是什麼？伊朗的接棒人體系是個什麼樣子？為什麼說只有把紙老虎打趴，伊朗才有未來？第一，美以斬首的真正圖謀不是去核，而是滅國。首先我們要認清一個事實：美以這次的史詩怒火行動表面上是為了摧毀伊朗導彈工業，阻止伊朗擁核，但實際上這是一場蓄謀已久的政權更迭之戰。特朗普在開戰聲明中說，明確提出了3個目標：消滅伊朗海軍，摧毀伊朗導彈工業，確保伊朗不能獲得核武器。但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一句話暴露了真實目的。此次行動的日期幾週前就已經決定，目標是推翻伊朗政權。為什麼美以要在這個時候對伊朗下死手？這裡邊藏着3層邏輯。第一，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精準概括了以色列的焦慮。伊朗作為中東什葉派的領袖，一直支持巴勒斯坦、哈馬斯、黎巴嫩真主黨，是以色列在中東最大的对手。伊朗的導彈射程覆蓋以色列全境，1000架無人機能對以色列實施飽和打擊，這讓以色列如芒在背。更重要的是，伊朗近年來與沙特和解，與俄羅斯、中國深化合作，在中東的影響力越來越大，這直接威脅到以色列生存空間。
所以以色列必須趁伊朗的核計劃還沒完全成熟，趁哈梅內伊在世時發動斬首行動，試圖一舉瓦解伊朗的抵抗意志。美以選擇在白天發動襲擊，就是算準了外界以為他們會延續以往凌晨突襲的慣例，打了伊朗一個措手不及。第二層，殺雞儆猴，敲山震虎。美國發動這場戰爭不僅僅是為了以色列，更是為了維護自己在中東的霸權。近年來，美國從中東戰略收縮，俄羅斯趁虛而入，中國通過“一帶一路”深化與中東國家的合作，美元霸權在中東的地位受到嚴重挑戰。伊朗作為中東反美陣營的核心，一旦被打垮，就能震懾其他中東國家，讓他們不敢再與美國對抗。它能遏制住中俄在中東的影響力。這就是六韜裡所說，先勝後戰，謀定而動。美國先聯合以色列，集合雙航母戰鬥群，出動數十架戰機，形成絕對的軍事優勢，再發動打擊，就是想以最小的代價達到最大的戰略效果。第三層，釜底抽薪，瓦解根基。美以的打擊目標不僅僅是哈梅內伊，還有伊朗的革命衛隊總部、原子能機構、國家安全委员会，甚至連前总統內賈德都成了打擊目標。這是因為革命衛隊是伊朗的鐵血長城，執掌着導彈跟無人機部隊；原子能機構是伊朗的戰略底牌，而內賈德是伊朗強硬派的代表人物。美以想通過斬首指揮層、摧毀作戰層、清除精神層，徹底瓦解伊朗的抵抗能力。就像《百戰奇略》裡說的，攻其要害，擊其必救。他們以為只要打掉這些核心目標，伊朗就會陷入內亂，最終像伊拉克一樣被美國掌控。但美以顯然低估了伊朗。《戰國策》裡說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伊朗軍隊向以色列發射導彈跟無人機，還向美軍部署在中東的7個國家的基地發射導彈報復，就連阿聯酋的迪拜都無能幸免。以色列特拉維夫陷入轟炸，美國五角大樓甚至警告美方可能出現傷亡，而且據伊朗報，美軍已損失200多人。更重要的是伊朗在哈梅內伊可能遇襲的情況下，早已做好了預案。哈梅內伊生前就將決策權下放至核心亲信圈，確保國家在通信中斷或他遇刺後仍能運轉。第二，伊朗的接棒人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套不可撼動的體系。哈梅內伊離世後誰能接過伊朗的旗幟？這個人是否有實力像我們的教員一樣，帶領伊朗走出至暗時刻？首先要糾正一個誤區很多人以為伊朗的最高領袖就像美國總統一樣是一人獨大，但實際上伊朗實行的是政教合一的制度，最高領袖的產生有一套嚴格的體系，不是某個人說了算。這就從根本上保證了伊朗的政策延續性。根據伊朗憲法，最高領袖的選舉由專家會議負責，專家會議由88名資深宗教領袖組成，這些人都是通過選舉產生，代表着伊朗什葉派的最高智慧。一旦現任最高領袖去世，專家會議會迅速啟動選舉程序，從預先考察的候選人中選出新的最高領袖。這套體系像極了中國古代的禅讓制與科舉制的結合，既講究賢能者居之，又有嚴格的制度保障，避免了因權力更迭而導致的國家內亂。商君書說國無常強，無常弱，但無論誰最終當選，有一點是肯定的，新的最高領袖必然是強硬派，必然會繼續哈梅內伊的遺志，帶領伊朗與美以抗爭到底。因為伊朗的民眾已經用行動表明態度。哈梅內伊離世以後，伊朗政府宣布進行40天的全國哀悼。40天，數百萬伊朗民眾走上街頭，高呼打倒美國，打倒以色列的口號，誓要為哈梅內伊報仇。這種同仇敵愾的民族情緒就是伊朗新領袖最堅實的後盾。這個味道讓大钊甚至聯想到產屋婦，他不就是自己主動犧牲，為了激發劍士們的鬥志。說到這兒想跟大家聊一聊我們的教員。當年中國面臨着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面臨着國民黨的圍剿，內憂外患，岌岌可危。但教員憑借着對馬克思主義的深刻理解，對中國國情的精準把握，帶領中國人民開展游擊戰，進行持久戰，最終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了中國，建立了新中國。教員說過，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這句話不僅適用於中國革命，也適用於今天的伊朗。美以看似強大，擁有最先進的武器，最龐大的軍隊，但他們發動的是一場非正義的戰爭，是一場侵略戰爭，必然會遭到伊朗人民的頑強抵抗，必然會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伊朗的新領袖啊，或許沒有教員那樣的雄才大略，但他所處的環境啊，與教員當年有很多相似之處，都是民族危亡的時刻，都是面對強大的敵人。你要想呀，中國當時用小米加步槍打倒了飛機加大炮，而伊朗現在是不是比這個懸殊又稍微小點兒？那你的機會是不是比教員還來得大點兒？所以啊，只要伊朗的新領袖能像教員一樣堅定信念、團結人民，採取正確的戰略戰術，就一定能帶伊朗走出至暗時刻。再說問題3呀，我們回到核心的問題，伊朗的未來到底在哪兒？答案呀只有一個，把美伊啊這只紙老虎徹底打，才能贏得生存的空間，才能擁有真正的未來。很多人會說啊，伊朗與美伊的實力差距太大，硬碰硬無異於以卵擊石。但我想告訴大家，孫子兵法早說了，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伊朗與美伊的戰爭啊，不是一場對稱戰爭，而是一場不對称戰爭。伊朗有自己的制勝法寶，第一，地利者兵之助也。伊朗地處波斯灣腹地，霍爾木茲海峽是伊朗的天然屏障。霍爾木茲海峽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運輸通道，全球1/3的石油貿易都要經過這裡。伊朗已宣布關閉霍爾木茲海峽，這就意味着全球石油供應陷入危機，國際油價飆升，美國的通脹將加劇，歐洲的能源安全受到威脅。這種地緣武器啊，是伊朗最強大的底牌。第二，人和者甚之本也。伊朗的抵抗不是一個國家的戰鬥，而是整個中東反美陣營的戰鬥。黎巴嫩真主黨已經向以色列發射了數百枚火箭彈，也門胡塞武裝襲擊了美國在紅海的軍艦，伊拉克的什葉派武裝也在襲擊美國在伊拉克的軍事基地。這些盟友紛紛出手，形成了對美以的合圍之勢。第三，謀事者勝全局。伊朗的戰爭不僅是軍事上的對抗，更是政治上的博弈。伊朗已經向聯合國發出呼籲，要求聯合國安理會制止美以的非法行為。俄羅斯、中國等國家已經明確表示反對美以的軍事行動，主張通過外交途徑解決爭端。在國際社會上，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看清美國霸權的本質，開始支持伊朗的正義鬥爭。這就是伊朗的大勢。鬼谷子說：“勢者，利害之決，權變之危；勢敗者，不以神速。”美以發動這場侵略戰爭，違背了國際公理，違背了和平發展的大勢，必然會遭到國際社會的孤立。反觀伊朗，他的抵抗是為了捍衛國家主權，是為了維護民族的尊嚴，是一場正義的戰爭。這裡啊，我想再引用教員的一句名言：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伊朗有8000萬人口，這8000萬人口能形成的偉力，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美以可以摧毀伊朗的建築，可以殺死伊朗的領袖，但永遠無法摧毀伊朗人民的抵抗意志。當年中國人民在教員的帶領下，用小米加步槍打敗了日本的飛機大炮，打敗了國民党軍隊，建立了新中國。今天的伊朗是時候學習榜樣的力量。回到最初的問題啊，哈梅内伊的離世是伊朗的末日吗？不是，這是伊朗民族覺醒的真正開始。周易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伊朗這個擁有5000年文明的國家，經歷過無數次的戰亂磨難，但它始終沒有倒下。今天的伊朗就像當年的中國，處於至暗時刻，但也孕育着光明。伊朗的新領袖或許面臨無數的挑戰，但只要他能像我們的教員一樣堅定信念、團結人民，採取正確的戰略戰術，就一定能帶領伊朗走出困境，贏得未來。必須說呀，伊朗現在的環境極有可能誕生出一個中東的教員，能对世界影響深遠。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關終處處。苦心人天不負，臥薪嘗膽，3000越甲可吞吳。這是中國的古人勵志名言，也是今天伊朗的真實寫照。讓我們拭目以待吧，看伊朗如何在至暗時刻挺起脊梁，把紙老虎徹底碾碎，拼出一個屬於自個兒的未來。我是大钊，下期繼續關注伊朗局勢。